Hello，大家好，我是猫咪卡，欢迎回到 Chat Chat with Monica。这是一档为中文学习者和中文爱好者提供的中文播客，在这里你会听到、学到各种与中文以及中国相关的话题。如果你对此感兴趣，那就千万不要错过。首先呢，今天有一个好消息想要和大家分享一下。那就是我的频道正式的开始了 monetization 啦！没错，我的频道正式的开始收益了，感谢大家对我频道的支持，让我的这个旅程呢稍微的缩短了一点点，但是呢，其实按照我本来的规划的话，也应该是在12月份达成。我就感觉如我自己规划的一般吧，我对自己还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的啊，哪怕自己的这个规划已经很细化了，就是每一步我都有考虑到，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心情还是容易起伏不定的。OK，所以呢，希望大家在看到这期播客的时候呢，我已经把频道的一些新的内容已经规划好了啊，到时候再看吧。因为我自己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我要思考，比如说会员，我有在思考，就是如果大家订阅我频道的会员的话，提供一些什么更多的价值，我还在思考。希望大家在收看这一期播客的时候呢，我已经制作好了。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的创作。不管是怎么样吧，都感谢大家。哇，当我说到观众朋友们，我感觉我已经变成一个电台主持人一样的这样一个形象。本来呢，就是我上周吧就已经录制好了第一个版本的 My Weird Hobbies 这一期，但是我总感觉这一期内容有一点点命途多舛，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录制的时候呢，它还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我在剪辑的过程里面，我总感觉隐隐约约哪里不太对。我在昨天晚上，其实我也有录制了一个新的版本，最终呢，在某一个新录制的这个开头的阶段的时候呢，我就突然发现这个不对的地方到底在哪里。那就是说，我为什么要把自己觉得有一点点特殊的、和大众不太一样的地方说成 weird 奇怪的地方呢？我不能说自己是奇怪，因为如果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突然说哇，那个人好奇怪哦，那其实是一种贬义的、负面的描述词汇。那所以在这个场合，我只能说我有一点与众不同，我有一点点独一无二的气质，但是我不能说自己是奇怪。所以呢，我就发现了啊，这个就是为什么我剪辑非常不顺利的一个原因，因为我很讨厌我，因为在过去的2、3年里面，就是自己心态比较成熟之后呢，然后再来审视自己在中国的职场里面，包括在日常生活里面，然后我觉得有很多地方我不舒服的地方。这个时候呢，我就会觉得大多数情况就是因为我和很多人不太一样了。因为这个环境里面，自己能够有机会，或者和别人不太一样，走不一样的路的时候，你本身在大众的眼光里面，你就是很特殊的，你就是有一点点奇怪的。那他们呢，也会用自己的刻板印象来和我对话，或者去评价我的一些行为。这个过程里面呢，这个事情呢，我其实呢，在之前录制的版本里面呢，就是把它变成我这个奇奇怪怪的行为，是因为我一直都想要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局外人，我是以一个很客观的客体的身份，虽然我身处其中，但是呢，我更多的是希望在这个里面，我把真正的本我摘出去，然后呢，来看待对方是如何用这些很隐晦的词语、很隐晦的表达，想要来征服我，想要来贬低我，想要 PUA 我的。
所以呢，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一直试图把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看待这些所有的事情，但是最终这些伤害它还是实实际际存在的。我并不能够100%的把自己脱离出这样的语境当中，脱离这些的语境之外。所以呢，那期的视频我感觉就是废掉了，就是那期的视频原先拍的这些素材，我还是以一个很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自己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得到的一些东西，我试图把那些伤害呢都把它隐藏起来，但是我剪辑的过程里面我就发现不行，凭什么呢？对吧？我受到的伤害那是实实在在，凭什么让我，对吧？我一方面，我作为一个局外人，我理解这些人对我的伤害，他们为什么会无意识的做出这些伤害行为？那为什么我又要让自己承受这种同情、共情，再加上伤害呢？我觉得不对。所以呢，我今天就想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试图说一下整个事情。可能最近呢也有发生一些新的事情吧，让我就是回想起来之前的莫名其妙的一些受伤害行为。我很长一段时间我不能理解这些人为什么试图去伤害别人呢？语言攻击的能力是很强大的，我觉得我自己算是一个内心很强大的人了，对吧？就是不管他们怎么伤害我，我都是自己成长的。我会觉得说，这些人他就是认知不够，这些人他就是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他的世界里面只有这么一些狗屁倒灶的事情，对吧？他没有办法去想象一下有更大的世界在他的人生里面可能会出现。OK，我先想讲一下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最近呢，我的前司的某位同事也离职了，然后他给他的被调的公司留了我的号码，我就觉得很神奇。所有人都知道我前面一段时间呢，经常就不在国内，因为我离职的时候也有说过我不在国内，但是这位同事他还是留了我的号码。他留了我的号码，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可能呢和前司也有了一些问题，但是呢，他就是想要用这种方式来告诉我，他可能和我站在同一个阵营上了，然后留我的号码，被调公司跟我聊了20分钟，对吧？我当然都是讲好话了，这个人他是没有任何错误的，但是就是这些很隐晦的，不直接告诉你，道不明说不清的这一些很隐晦的做法，让我很不舒服。他没有直接联系我。一般如果被调的话，你最起码你要跟我打一个招呼，对吧？就是说我可能最近要被调了，我离开了这个公司了，那可能你最近会收到就是这个电话，你至少要跟我打一个招呼吧。但是他没有，他可能是希望就是觉得在这个行业里面作为一个前辈，这种已经给我很大的面子了吧，就是希望我在接到被调电话之后呢，可以去联系他，然后跟他聊一聊他为什么现在离职了。就是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发生了，就包括说他完成了他的被调之后，他终于在他的 community， 就是有一些人呢，他会有自己的社群，就是有自己的社群，然后公开这个消息的时候呢，在他公开的估计就是10秒之内，有好几个人截图，对，大家就是这么的闲，有好几个人就是截图他公开的那条讯息，然后来发微信给我说，哎，你知道吗？你的前同事也离职了。这些人都很闲，闲到这种，哇，别人离个职要过来和我八卦，我就很受不了这种现象。这不是第一次发生了。我在前司，我在中国工作呢，我做同一份工作，但是我有跨区域，比如说我是推广城市，但是我们苏州市呢很大，我只是推广这个区域变成了推广那个区域，所以中间呢它有换过一个部门。就是第一个部门的那个时候呢，我就一直隐隐约约的感觉呢，这个
就是这个地方有一点点奇怪，但是我一直说不清道不明，到底哪里奇怪。在这个第一个部门工作的时候呢，中间其实也发生了一些事情，就是有很多很多的公司吧，就是中国的公司，它对你职位的调动，对你部门的调动呢，它不会事先告诉你，而是已经决定好了，然后来通知你。但是呢，这种通知就是看一下你是不是这个好欺负的人。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吧，反正呢，我作为一个新来的，没有很久，没有在这个单位工作很久的人，然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变成了这样一个对象。那其实呢，我心态还算比较好，就是那我不管跟谁，反正我知道我在这个地方我不会就是待很久，我只是想要观察一下。我其实一直呢试图美化这种受到的伤害吧，我会觉得说我肯定要走的。在这个我其实2022年的时候，我就已经很不开心了，我会觉得整个的工作的过程，这个氛围呢，它都很奇怪，那不符合我自己的价值观。这个时候我一直想走，我被从这个小组调到了另外一个小组，没有任何的商量，也没有任何的跟我探讨一下你愿不愿意去，没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是直接被通知。那我被通知呢，这是一个很常见的事情，就是在中国的职场里面。关键是他们是故意的，因为呢，这种故意的行为呢，就是也会有一个讯号，就是让别人觉得你是那个好欺负的对象。我当时在这个公司快要离职的前期，领导一拍脑袋说让你换了一个组，然后单位里面就会有八卦，就是有一些人闲到他们都可以有这种八卦群，然后呢每周还会开一个 online meeting 来讨论公司里面出现的这种八卦，有的呀，有的，那个我第一个所待的那个部门它就有。甚至我在后面跟某个同事一起出差的过程里面，他不经意的一句话让我就觉得，哇，这些人真的是有病吧？他就跟我说，你从这个小组被调到了那个小组，为什么不调别人呢？就调你呢？肯定是你有问题啊。然后我就觉得啊，我有问题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什么问题，能有什么问题呢？无非就是我看着好欺负呗。然后我本来就是对这个公司、这个职场的环境就有很多很多的不满，这个时候我就直接提到了离职了。我就觉得我为什么要跟你们这些人为伍呢？做的工作我在哪里不能做呢？对吧？就很奇怪的这些人，他们其实是更愿意看到一个受害者，一个被欺负的对象，这个被霸凌的对象还留在单位内，他们可以继续霸凌你。因为大多数的人如果获得这一份工作的话，都会很珍惜的，就会觉得啊，这份工作很好啊，哪怕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对吧？都忍着。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人啊，我就是出去，我哪怕送外卖，我都忍不下这口气。我到最后离职的时候，我的公司的领导还找我谈话，我当时已经找到了下一份工作，他一直在跟我说对方的公司哪里哪里不好，其实我知道哪里哪里不好，但是 anyway 不重要，至少在当下的这个阶段，我觉得你这里肯定没有成长，肯定都是 bullshit， 肯定都是屎堆。就跟我谈话的领导更搞笑，你当初都没有跟我商量，对吧？把我突然从做的好好的一个岗位上面调到另外一个岗位，等我自己要走的时候，这会儿啊又开始了啊各种我们对你是有这种想法的，有培养的这种想法的。anyway 不是很重要，然后我就走了。这个单位呢，就是里面有一些同事呢，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可能后来吧，就是觉得我过得挺开心的，然后就是总是心有不满，甚至那个八卦群，他们都在我离开了这个部门之后，去了别的区域工作了之后，试图让我参与到他们的八卦群里面。我就是觉得很生气，这些人，我的妈呀，狭隘的这种心态，每天都在
关注别人，是吧？包括我之前有和大家提到过，说我在写小说。其实写小说这个事情呢，它不是我最近才开始的，它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爱好，就是我一直有在做写作的这件事情。但是我写的不是严肃文学，我写的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商业文学之类的，我就是随便瞎写。我小时候呢，很早很早的时候呢，就开始了学钢琴的路。但是呢，我生活的那个年代，我生活的那地方，它其实对于早期的这种音乐启蒙，它是没有一个成文的或者一个体系化的这种培训系统的，没有，就是一个外地的高中音乐老师，然后突然知道别的大城市里面已经开始流行了，送自己的孩子去一些少年宫啊、一些兴趣班呀去培训。然后呢，作为一个小城市的小地方的高中老师，想要给自己获得更多的一些收入来源，然后他没有在自己的城市里面，他没有在自己所在的那个小镇去寻找客源，可能找过没有找到，所以呢，他就来到我们这个镇上来招生。我学钢琴的契机，听我爸妈讲，就是那个老师在我们那个小镇上开了一堂公开课，就是小孩子如果对学钢琴有兴趣的话，都可以来这堂公开课来听一听。那我的爸妈呢，就带着我去这堂课上面去看了看。据我爸妈说，我在进教室之前已经趴在那个门口，很羡慕的看别的小朋友在里面碰电子琴了。所以我的爸妈当下就决定一定要送他们的女儿，也就是我去学钢琴。然后我就有点莫名其妙的开始了学琴。但是呢，高中音乐老师自己都没有一个很正规的音乐培训系统，他如何来教小孩呢？他只是为了挣钱。但是呢，我的父母他们没有这样的认知，就觉得我女儿想学就一直给我学了，所以我小时候都是很孤单的一个人，因为那个时候我妈妈开店，我爸爸在单位里面上班，我基本上都是一个人在家里面练琴。我的童年时光都是自己一个人度过的。那在家里面练琴练得累了呢，我就会去我们家的那个书架上面去随便翻一本书。我爸爸年轻的时候是一个文艺青年，他有想过继续读书，比如说去考一个大学之类的。所以我家里面有很多关于汉语的书，就是比如说什么现代汉语、古代汉语这一系列。有这些书是因为我爸爸当时想要考一个新闻专业吧，对，我爸爸好像是想要考一个新闻专业。然后呢，新闻专业你如果要去学这个专业的话，你就必须要学习基础的中文知识。这些书我都没有看，但是呢，我爸作为一个文艺青年，他有很多的小说。对，我们家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乱七八糟的小说，所以我小时候，我爸妈会觉得我性格的某一方面会很安静，知道我喜欢看书之后，在小学阶段就给我订了很多很多的课外书，就是杂志啊、课外的书啊，就是供我来阅读。但是他们没有给我任何的指导，他们也指导不了。这些杂志上面经常会有各种什么小学生作文比赛什么小学生作文比赛，什么命题作文比赛之类的。我那个时候就很有主见的，自己拿着零花钱去买邮票，然后写文章投稿。但是呢，我从来没有参加过就是中国这种全国性的大的比赛。我就是参加一般都是杂志里面的，这种杂志到底的受众有多大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是我就是每次很给面子的都去参加这些作文比赛或者征文比赛吧，然后我基本上都会获得一个奖项。
所以我小时候，我经常会有收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包裹，里面就会有一张奖状，还有一个奖品。这些奖品呢，一般都是一本书或者一本新华字典。我们家新华字典攒了有10本，就是经常会我自己去参加这些作文比赛，然后获得的。我曾经呢，就是在学校里面，我小学的时候呢，我们学校里面也有订一些报纸。或者是学校里面公共的这种杂志，我有看到过一次之后呢，也投稿了。投稿的时候呢，写的是学校，因为投稿的时候你要注明你是哪个学校里面的几年几班，那我就留了学校的地址。那次好像作文比赛获得了一套丛书，那次的作文比赛的奖品呢是一套丛书，就是一套书里面到底是什么奖品，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因为我只在后来经过几个大人的转手，我才收到了那张奖状，是因为就是我获奖了，那比赛的承办单位呢，他把我的奖品和奖状直接发送到了我的小学里面，然后我的小学的某位老师就觉得这个奖状不错，他想占为己有，然后呢，他就连这个奖状他都没有给我，就是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获奖了。但是这位老师不知道怎么的，就把这个奖状放在了他的桌子上，被某个小学生，可能是我的同学或者其他的同学就发现了，上面有我的名字，还有几年几班的，是哪个班级的，然后就被这个学生然后收到了之后送到我们的班级，我才知道我获奖了。这个时候呢，那我就获奖了之后，我就写信联系了这个杂志，这个杂志告诉我说有一个奖品也送到了你的学校。最后我去跟这个老师去要，这个老师说我还没有看完，等我看完了我再还给你。又隔了2个月之后，我又去问这个老师，你有没有看完呢？那这个老师回答我说，你作为一个小学生，你看不懂，我不知道你要这套丛书干什么。对，这是一个成年人对着一个10岁的孩子说出来的话，这个就导致我从小到大，就是这只是众多的缩影之一啊，就是这只是众多的缩影之一，就是有一些老师的素质，我到现在我可能心里面都有很大的气愤，想要去跟他们就是对峙一番，就是说你作为一个成年人，一点师德都没有，你怎么能去教祖国的花朵呢？你怎么能去教书育人呢？我一直到现在我都不能放过这件事情，太恶心了。OK， 我在读中学的时候，中国特别流行一个题材，它叫青春伤痛文学，就是讲少男少女们在学校里面发生的霸凌啊，又或者大人的情感纠葛导致了孩子们心态变化的一些这些故事吧，就是当时很风靡。包括说我在读高中的时候，我们班级上面如果有哪位同学买了一本这样的书，我们都会把它撕成很多的一册一册的，或者几页几页的，大家传阅着看。因为这些书呢，在教育体系里面是不被允许读的。我们的老师会教导我们说，这些都是课外的不好的一些书。在中国的体制里面有一个很神奇的词叫做早恋，就是如果你在读书阶段你谈恋爱，那就是不被允许的。之前网络上面一直有一个段子是说，中国的父母，中国的社会是希望你在读书的任何期间不要有恋爱的行为，但是呢，希望你在读完书之后，你进入社会工作之后，可以在一瞬间、一夜之间结婚生子一系列一条龙的事情都可以在一瞬间完成。从来大家都不会谈恋爱，在教育阶段的时候，每个人都不会谈恋爱。但是呢，你比如说你读完大学了，每个人都会争着抢着问你你什么时候谈恋爱啊？你什么时候决定结婚啊？
我的妈呀，很多人都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什么叫谈恋爱，怎么谈恋爱，怎么去好好的对待另外一方都没有。包括我自己，我感觉我在30岁之前我都不会谈恋爱。我在高中的时期呢，也是因为受到这些青春伤痛文学的影响吧，在上课的期间攒了差不多有10万字的手稿，就上课呢不好好听讲，然后在那边手写小说，写了有10万字。这10万字现在都是废纸一张，但是呢，我会觉得说自己的脑海里面还是有这样一个火苗存在，就是包括我青春的一些困惑，我有在写。等到我再次想要拿起笔来书写我的这些困惑的时候呢，也就是在前2年，因为我在海外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呢，又回国，我很多事情我都不能理解。我觉得这种理解也不是说文化差异造成的，而是可能人成长到了这个年龄段，本身就会有一点点不理解吧。工作了这么多年，遇到了这么多人，遇到了这么多事，对吧？肯定也会有一些自己的感想。这个时候呢，我就又有一点想要开始创作。那文字创作这件事情对我来讲的话，不是特别陌生的一件事情，但是我有自知之明啊，我知道我写的不会很好，所以我一开始选择的呢就是网络文学，所以呢，一开始我就决定不管怎么样，先写起来，对吧？你先动笔写，写起来就比较好。不管是职场还是生活里面，我受到了我很疑惑的地方，我受到的伤害，我都会把它们变成一个负面的形象，然后写到我的故事里面。我一开始是这样写的，但是断断续续的写呢，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也没有特别好的一个效果，就是点击率还是很低。真正的有起色，反而是因为我其实一开始写小说呢，就纯粹只是打卡，因为有一些小说，就是网络小说的平台，它是有一个类似于说打卡期一样的存在。如果你在1个月之内，就是你每天都可以保持这个更新频率，平台会给你很少很少一部分的奖励费哦。我一开始呢，我的小说不是特别受欢迎，然后呢，就是点击率很低，整个数据都很差，就有点像我早期的 YouTube 频道这个样子。但是因为就是我当时 had a crush on somebody 但是因为呢就有很神奇的一个事情，我创作的内容呢，一开始我只是简简单单的想要去记录一下自己的内心的发现吧。那段时间我特别沉迷于探索酒店，就是自己经常出差，然后呢攒了一点点这个酒店的券。中国的一个旅行的 OTA 网站吧，它和各大酒店它是有合作的。你如果在这个平台里面参加了这个活动，它就可以在一个快速的时间内让你得到某个酒店品牌的白金卡会员。那我就是参加了这个活动，它应该是8晚申金吧，就是万豪的活动，所以呢，就是8个晚上就获得了万豪集团的白金卡。因为你通过了白金卡之后，如果你后续再去住万豪系的酒店呢，它就可以帮你升级成商务套间吧。然后呢，也可以就是享受到行政酒廊的 happy hour 或者就是双份早餐。我有一段时间呢，我特别喜欢去住酒店，我特别喜欢和女孩子一起去住酒店。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我还没有发现到我为什么喜欢做这件事情，我只是隐隐约约感觉和女孩子一起去住酒店，每次可以给我带来更多的灵感。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是想要发现，那这个灵感是从何而起呢？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灵感呢？但是和男性朋友一起去，和自己的爸妈一起去住酒店的时候，就完全没有。对，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所以有一段时间，有2年吧，我就是特别沉迷去打卡各个万豪酒店，每个城市的不同的万豪酒店，然后我就发现，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我通过别人的视角
来进行创作。我是一个不太喜欢盯着别人看的人。我其实有看到别人其实有分析到是说，有一部分人他只对自己感兴趣、熟悉的人呢，他会去努力记住每个人的面貌特征，或者就是外在的一些特征。但是呢，对于不感兴趣的人，我是从来没有这样的兴趣去主动关注别人穿了什么，他的表情是什么啊，他是不是和他的男朋友一起进来，他的女朋友是不是很好看这样的事情，我从来不会。但是我和不同的女性朋友，我们去探索不同的酒店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些人他是比较喜欢去关注别人的。比如我的有一些女性朋友们，她会在和我的对话过程当中，突然的就思维跳脱了，突然谈论起来说，哎，你背后有一个女孩子进来了，她男朋友还不错，不知道是不是她老公，要么就是哎那个男的，那个女生她穿的衣服好漂亮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就是我一开始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好八卦，我会觉得啊，对方好八卦，怎么都在关注别人，我们还在聊事情呢，我们聊得如此投机，对吧？但是后来呢，我会发现，我住的越多，我有更多的经验的时候，我其实蛮愿意去从他们的视角里面去得到一些灵感的。比如说，因为我从我的角度来看，我从来不会去。我观察不到，我都不知道我该要怎么去形容一个人穿的什么样，因为我不感兴趣。所以在每次呢，就是和女性朋友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时间的消磨之后，我的灵感会特别好。这也是为什么我越来越喜欢住酒店，因为我每次到了酒店，我刚刚和我的女性朋友们吃过一顿饭，我的妈呀，我的灵感崩！我的灵感就来了呀！这个时候呢，我就会去某个地方，就酒店里面找个地方，然后点一杯咖啡或者点一杯鸡尾酒，然后疯狂的创作。所以一开始那段时间呢，我只是想要写。我在德国就是当空乘的这段期间呢，有很多的时间搞创作，我也断断续续的写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就是一直都没有这个自信把这个我写出来的文字直接放到网上去，我好像就是觉得不太够，写的不太好，一直都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就是因为我过去的2-3年在中国工作的期间，我的自信度提升到了这个阶段，我就觉得我有很多的表达欲，我想要把这些故事写出来。这些故事和我个人相关吗？有一点点相关吧。就包括说我在酒店的这段期间，我写的故事呢，都是很无聊的。我们也会说，我们要去刷榜，去看一看别人大概写的什么内容。现在呢，什么东西比较受欢迎，对吧？我们去模仿，去临摹，然后去写。你写作的话，你要去创建这个人物的性格，要去编造这个情节的设置，各种各样的东西你都要做。早期写的时候，完全就是废话。我的这本小说真正的有起色，包括到现在它还可以给我维持一个点击率，就是还可以给我维持一个每天一杯奶茶的收益的这篇小说的起色，就是它是从什么时候变好的呢？那就是从我开始写我的 crush 经历。对，我就是在过去的2-3年里面，突然对某个人，这个人是我永远都不会喜欢上的一个对象，我就产生了一种喜欢吧，就是我会觉得，哎，这种喜欢它是让我自己比较迷茫的，因为我喜欢上了一个我觉得在我的认知世界里面永远都不会存在的一个状态，我就把这种痛苦的纠结的情绪呢都写进了小说，哎，反而这本小说它就慢慢的就有了一点起色，但是呢，这个喜欢它是不健康的，所以呢，我就很快的把它掐断了。那又要维持这个小说的继续的流动，这个情节的继续的创作，那我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我就疯狂的开始相亲，疯狂的去和别人 date。
我就是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去 date， 或者说找到了各种各样的机会去相亲。我以前是从来都不会，我以前是从来不喜欢相亲的一个人。我到现在我都记得，我刚刚大学毕业在南京工作的时候呢，我的叔叔啊，就是我爸爸的亲弟弟，他想要给我介绍一个男孩。我叔叔为什么想要给我介绍男孩呢？这在中国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事情。我叔叔呢，正好他又有这样的一点点自信，是因为这是我的小叔叔，我二叔叔家的小孩跟我一样大，也就是我的堂妹。他人生当中的第一次谈恋爱，就是我的小叔叔给他介绍了这个男生，算是我的堂妹夫，对吧？他们互相初恋。就只是我小叔叔帮他们介绍了一下，两个人就成了，然后到现在二胎也生下来了，他们婚姻已经持续了10几年了呀。我小叔叔因为有这样的有成功的案例在，他就觉得他看人是比较准的，然后呢，他也想给我介绍一个他觉得比较适合我的对象，或者说他觉得不错的对象，然后。在一个没有任何征兆的一个下午，他突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就是也发了一张照片，是这个对方男生的，然后说，哎，你要不要周末的时候去见一下这个男生？我其实没有点开那张图片看这个男生到底长什么样子，我只是看了一下我叔叔的文字，然后看了一个小小的缩略图。我当时我就很不舒服，我当天的晚上做了一个噩梦，这个噩梦让我一直在哭，就是我哭到醒。第二天早晨呢，我就终于明白了，我第二天早晨我的心情是又羞愧，然后呢又觉得恶心，就是我当下的情感就是觉得说你身边的人，你家里面的长辈就觉得。你就只能嫁这样的人。当然我会觉得说这个对这个男孩子有一点不公平，我明明都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呢，我知道我自己呀，对吧？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对我自己是有一个很清晰的认识的呀。我有远大的理想，哇，身边人就已经想要把我困住了吗？当时反正我就是特别痛恨这件事情。然后随即把我的叔叔的电话拉黑，然后我们家里面的人，就是我爸妈那头的亲戚都会觉得我的脾气很差，但是我其实是一个很有主见的人，我不希望你们来做这种帮我安排的事情，就有点吓人。然后后来呢，对吧？我早期的时候就是我很讨厌相亲，我是从德国回到中国之后，就是我有朋友也会问我说。你有没有意愿去见一见男生？我一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带着这种，就是 OK 啊，那见就见吧，对吧？当下反正也没有谈恋爱，就是那朋友给你介绍，中国相亲都是这个样子的，说的很好听，说就是见一见，认识一下，合适吗就谈，不合适吗就不谈。然后呢，我后面我接受这些相亲，我不但接受相亲，我还会鼓励身边人帮我介绍相亲对象。我对相亲对象其实没有任何的评价，但是我会敏锐地观察到别人帮你在介绍相亲的时候，他对你的恶意，这种恶意是很恶心的。他明明知道你们两个不合适，但是他就是要把这个人介绍给你，他想要看你出丑，他想要看看你是如何来迎合他，就是介绍一个你门不当户不对的人给你，我看看你怎么办。就是这种权力的压制。就是这种事情，就是我会把自己作为一个局外人，然后来看整个事态的发展，把这些我所有的情感纠葛，然后放到小说里面去。这个是我有感觉到。但是你说这个事情很好吗？这本小说它也不是很成功，因为我的写作手法它是不成熟的。但是呢，同时其实是给我自己本人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的，因为我是一个 HSP， 我是一个高敏感人。我正是因为有这种敏锐的观察度，我才会能够敏锐的观察到身边人的这种恶意。
但是同时这种恶意我是不能够完全的作为一个局外人，好像很客观的就是在看一切事情的发展的，他伤害我的这些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呢，那本小说呢，我就很快就完结了，就没有再继续写了。我觉得这个不是我就是故意说他们就是带着这种恶意，而是我真真实实的感受到恶意。因为呢，一般在相亲之后，如果两个人没有什么大的进展，身边的人呢也会过来问问啊，你们最近怎么样啊之类的。但是呢，就是我有一次相亲之后呢，是长辈吧，算是长辈们都不能算是长辈。那长辈的话，感觉更多的是我爸妈那个辈分，或者比我爸妈更大的一些辈分帮我们介绍。这个呢，他就可能是类似于姐姐的这个级别吧，然后帮我介绍的。上来就问我说，你不用告诉我，你是不是看不上他？你怎么可能看得上他呢？你肯定看不上他，那个老光棍怎么样怎么样的。那我就觉得好奇怪哦，你明明是知道老光棍，那你为什么要安排一个这么大的场面，然后看我是如何去面对这些人，然后再来试图来评价我说我肯定看不上别人呢？我会觉得他们都很割裂，每个人都在试图就是说啊，我已经看透你了啊，我早就知道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你都不能够真正的理解我，你都不知道我的需求，然后你为什么就是上来就是给到这么明确的评价呢？我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不能理解，这些人就是很好玩，他们就是试图以此为乐吧，每个人都在此期间以此为乐，在看别人的笑话，把这个当做一场表演啊，去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很好玩。然后呢，我就把这些不惑都写到了小说里面。当然了，写的不好，我就觉得越到后面的时候呢，我就越来越困惑这样的事情。我就感觉我就不理解很多的事情，包括说我最后一次就是出门去面试，也就是差不多9月份还是8月份的时候吧。然后有一家外资企业，我都可以明确的说这是哪一家公司，但是算了吧，这家公司就很神奇，它算是一个小型的外资的展览公司，就是比如说有什么，有什么红酒展啊，有什么展览的这些展览公司呢，然后在上海它有一个分公司，对吧？然后呢，这个公司里面其实一个外国人都没有，但是这是外资啊，因为要打开本土市场嘛，这个都能理解，对吧？这是这个都能理解。但是呢，这个 HR 在和我联系的时候说，我们老板是外国人。那我上网搜了一下，大家都有 LinkedIn 啊之类的，对吧？我上网搜了一下，就一看就不是外国人啊，他可能就是那种从小在国外生活，然后拿了一个外籍，但是呢又利用着这种外籍来做本土生意的这样一个人。你说他是外国人吗？对，从国籍上来讲他不是中国人，但是呢他又利用这种中国人的身份，然后在国内来做生意，来开展业务，对吧？这个 HR 在和我沟通的过程里面，就一直让我不太舒服，一直在试图强调就是老板是外国人。那我就觉得 OK 啊，不管你是不是外国人，那我只想要去尝试一下这个职位，对吧？所以呢，就到最后我还是抱着这种，就是虽然我已经很不舒服了，在这个前期沟通的过程里面，我说要不还是见面聊一下吧。那然后见面聊的时候，我是第一次，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我到目前为止就是最后一次，我不想要受到这种特别不公正的待遇。我到了公司了，我们约的是1点半到公司。那1点半到了呢，我已经坐在公司里面了，就是公司前台也没有人，来来往往的员工呢也不会帮助我。那我最后就是到了1点40的时候呢，我就打了个电话给公司的 HR，我说我已经到了。
然后他们就给我扔了一张纸，让我来填表格。那即使我的 CV 里面都已经写清楚了我做过一些什么，他还是让我来填表格。这些表格他们就设计的很有问题，就很神经病一样的。他让你要填写，就是第一次见面就需要填写你的家在哪里，这在中国是很常见的一个做法，就是你的家在哪里，他一定要知道。这是一家上海的公司，那我的家乡呢是在苏州。我当时呢，就是为了找上海的工作呢，我就填写了我男朋友家的地址，因为他是住在上海的，那我就写了男朋友家的地址。但是我没有写清楚是什么哪个区哪个小区哪个，对吧？就是没有写清楚这些在中国它都是很隐晦的，用来衡量你是否有这个稳定性的一个指标。我就没有填写，我就是只是写了某个就是某个区比如说我是住在普陀区，或者我住在静安区，我只是写了上海的一个区域，就结束了。这种表格里面还需要写我们父母，我爸妈是哪里的人，我爸妈现在做什么工作，我爸妈的电话号码，我爸妈的名字，对，都需要你填写。这是在中国就是很恶心的一个传统吧。我接下来会讲一下他们为什么就是整个系统里面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方式。就是后来呢 HR 包括和他的同事2个人就把我带到一个小的会议室里面，我们就开始了这个面试了。就很奇怪，在这个整个过程里面呢，就是他们一直试图来打压我，因为在 HR 一看到我写的表格里面呢，他们就开始生气了，因为他们会觉得我不服从管理你肯定不是我们要的人，他就已经有这样的印象了。当我收到这张表格的时候，我只是更加确信，哇，这家公司肯定不能来对吧？双方都已经有了一个很明确的心理预期了，这个时候还要假装我都已经来了，那还是要把这个流程继续下去吧。然后 HR 呢，就是一开始问了我几个问题，他有一些问题他觉得我的回答不能够说服他，那只能说明不适合这个职位。Anyway， 这些都其实不是很重要，那我自己我都知道我不适合这个公司的这个文化了，那没有关系对吧？没有关系的，你们不会给我下一轮面试的机会，我也肯定不会来这个公司上班的。但是这个时候他们2个人就窃窃私语，然后准备羞辱我一番，就很神奇就羞辱我一番。他们这个时候就直接问了，说你为什么不把你的家庭地址写清楚呢？我说我不太清楚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写清楚家庭地址呢？那如果我现在告诉你们我的家就在上海，对吧？那我们在进行到下一轮或者后面背调的时候，我所有的信息都会提供的。但是现在我告诉你我家在上海，你又不愿意相信，他们就后面就一直在追问我说这个房子是谁的。对，就是一直在追问我这个房子是谁的，就是我住在上海这个房子是谁的。这是一个很 personal 很私人的一个事情，但是在中国的职场里面，在面试过程里面就很常见，包括说在苏州面试也是一样的，大家会上来先问你是租房子的你还是买房子的，因为他们会觉得天然的就会以为你房子在这儿，你稳定性就很高，你人可以到处走，但是你房子不会动这是一个大额资产呀，是一个固定资产呀，你很少就是说我房子都已经在这儿了，我房贷都在这儿了，我的生活在这儿了，我再搬一个城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呢，就是他们一直在追问我上海的房子是谁的，我说是我自己的。然后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写清楚呢？我说我不太确定我后面是不是还住在这个房子然后对面2个 HR 就是在那边冷笑一声，哈哈，怎么着？你还能再买一套啊？哇！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都震惊了，就是那种带着嘲讽的反问。这个是在中国就是恶心人的那一套人里面的做法里面最常见的，试图用反问来激怒对方，因为这是质疑很多人是受不了质疑的。我当时坐在对面我都震惊了，哇，
这个公司果然如我所料，对吧？我都不想讲话了，我坐在对面。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心想，你们爱听什么故事，我就瞎编故事好了呀。反正我是一个作家，反正我是个写小说的，你们爱听什么？这个时候呢，我就在对面说，哎呀，我去年离婚了，这个房子呢是前夫的，现在房子呢是判给我了，但是呢，我后面可能不想住在这儿啊，我就这么说。他们说，他们可能就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吧，然后这个问题就结束了。然后下一个问题就会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写清楚你父母的工作呢？我说我不明白，我来找工作，我为什么要写父母的工作单位呢？我说如果你要背调，对吧？要提交父母的无犯罪证明，那个就是中国呢是有一个连坐制度的，这个最近在网络上面就是有点火，因为涉及到其他的一些议题，我不想讨论。那比如说这个时候呢，更多的是想要证明，我觉得这个政策它原本的设计出来的理由是想要证明你的父母没有什么犯罪的记录啊，你们家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但是到了后面呢，很多的人就利用了这个规章制度，然后试图去剖析你们家有没有背景，你们家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你父母是做什么的，你们家庭背景会不会给你这个工作带来助力。在国外没有吗？有的呀，都有。但是呢，就是这样，就很生气。我就说，我的爸妈都已经退休了，然后对方就一直在反驳我说，退休你也可以填写啊，你为什么不填呢？我说我说我就是不想填，对。然后呢，他们就说，然后后面呢，我就说，我不太适合这个职位啊，我就走了啊。他们也很满意的，意满离啊，大家都很开心的，就是早点把这个过程结束吧。但是我就是不太明白，为什么要欺负别人呢？为什么要试图去用这种征服别人的方式来显示你的特权？你在这个结构，你在这个环境里面所拥有的那么一点点的小特权呢？我就是不能理解。然后这家公司被我永久的拉黑了，那肯定呀！我的妈呀！我就心里想，生活在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得有多压抑啊！因为从 HR 部门就已经给你透露出这种氛围了，包括我进到他们公司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这个公司的氛围，它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地方。那你说有好公司吗？有吧，可能有吧。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大家都能够挣到钱，钱包鼓鼓的时候，有时候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你也就忍了，因为赚得到钱嘛，大家都开心。不管做什么，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对吧？这在经济上行期的时候，大家都是愿意接受的。但是现在呢，经济下行期，对吧？工资嘛又不太好，待遇嘛也就一般般，我还要受这窝囊气，我图什么呢？对吧？然后我就觉得有点神奇。我之前的话，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会回来把这些事情变成文字啊，变成其他的一些输出的方式，包括可能说给我朋友们去讲一讲我发生的这些不公正待遇，对吧？但是呢，我今年8月份、9月份的时候，我连输出的这种力气我都没有了，我就觉得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这样，我没有办法改变。这些发生的事情，它只是众多社会的一个缩影，对吧？大家都在说嘛，说你能够适应你就适应，不能适应了那是你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开始就是思考一下，我要不要暂时呢，先不要出门，尝试着自己做一些自己的事情吧。但是我最近呢，也会觉得，感觉输出的能力是有在缩小的，是有在减弱的。比如说坐在镜头面前来说话这件事情还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写作的能力，我已经不知道我该写什么了。我不知道是自尽，可能就是有一点太累。我现在所做的任何事情呢，它都是 output， 都是输出。那这个时候呢，我可能就是觉得我写作这件事情呢，我没有什么灵感去写作。比如说我以前写的就是还给我挣着钱的那本小说，它是写的一个蓬勃向上的一个比较积极的一个小故事，那大家看着呢很轻松。但是我现在我感觉我整个人的能量呢有一点点在往下走，
我还能够输出，包括说我现在其实在上中文课，我在当 faculty 当 instructor， 那我跟学生的这种输出的过程呢，我还是保持着一个平稳，保持着一个 positive 的状态。包括我现在就是做播客，我也能够保持着现在这样的一个有活力的状态。但是我就发现，我原先最有活力的那个部分，我原先最喜欢的那种输出方式，也就是写作，我再也写不出那些有一点点就是甜甜的小故事了，我再也写不出了。但是我能写出深刻的吗？好像也写不来。我最近就是还在思考，就是是不是就是我需要换一个题材来写，才能够写得好一点。我也有慢慢的和以前就是能给我带来一些灵感的人嘛，重新建立了联系。我试图去找一下我这个消失的 spark， 消失的 inspiration 在哪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把它补回来？但是呢，我还在寻找。我就感觉自己最近的这种我奇奇怪怪的爱好，我奇奇怪怪的能力在消散。所以呢，是不是我太累了呀？可能吧，有一点点可能。所以呢，这就是我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状态。我感觉就是人的这种输出能力或者人的创造能力，它是像个心电图一样，也是有起伏的。就像我的 YouTube 频道，对吧？如果我在后台来看这个观看的数据呢，它像心电图一样，它是有起伏的。我就觉得不能完全归结于我灵感吧，也有可能是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人，我的心境在变化，那我自己的成长呢，它也是有起伏的，我的思考的范围，我的认知，它也是有起伏的，所以就导致了现在一个状况。我有的时候呢会好奇，就是说我这种写作的这种灵感，我之前的那种状态还会不会回来呢？不知道哎。就是我最近其实也有和我的好朋友在聊天，我就发现有一个事情很奇妙，就是中国人很多人都不会谈恋爱，我自己也是作为一个不会谈恋爱的人。但是什么又是会谈恋爱呢？这种标准，每个人的标准都是不太一样的，对吧？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受制于一些影视文学作品的影响啊，就文学作品里面、影视作品里面告诉我们啊，恋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是标准回答吗？也不一定吧。我自己也有一点点受制于我之前的那种想法，我就觉得啊，那谈恋爱一定要有火花，一定要有化学反应，那才是真正的恋爱，那才是真正的就是心动的感觉。如果脱离了这个范围，如果我没有心动，这感觉就不是真正的恋爱。但是又因为我之前呢，每次有强烈的化学反应的这些情感呢，最终都是无疾而终的，都是不健康的一种。所以呢，我也在思考，我会觉得说啊，I don't know，我就是抱着一种思考，或者再次抱着一种客观的抱着一种局外人的身份，然后再看待整个事情的发展。因为我也不知道未来我会怎么样的变。但是我确实有一点点在怀念自己那种充满着想象力、充满着活力的那一种状态。最近的整个状态让我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大人了。就是总感觉自己原先的那种幼稚的想法，那都是年轻，那都是小孩子的想法。但是最近呢，就是和小孩子对立面，我感觉自己是一个成熟的人，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包括待人接物，包括就是为人处事，我现在可以处变不惊的去听到别人给我发一些八卦的事情啊，就是我的选择的回应就是我看到了，但是我不评价，我也不回复。这些人可能会觉得我可以承接住他们的八卦去和他们的对话，但是现在呢，我就是看到了，我知道了这个事情了，然后我就不回复。按照我之前的话，我会至少回应一下，就是说我看到了，是吗？这个样子。我现在都是边界感很强的，就是我都懒得回应。而且我的心情不会有任何的起伏，没有任何起伏，好像又有点不太好，因为
就像我说的，我失去了灵感了，我失去了这种吐槽的能力，我连吐槽都不想吐槽了。好的，好的，这就是今天呢想要和大家分享的一点点的想法吧。我都不知道这期的视频到底应该叫什么，这个标题对不对？我讲的这个故事前后连贯性又到底好不好？因为我自己讲到现在，我都有点觉得逻辑混乱。但是 anyway 反正 One Hour Podcast 这个就是一个中文的 immersion， 对吧？希望大家可以学到一些表达吧。也欢迎大家在我的留言区和我分享。有心理吗？有心理医生吗？更好了。我其实呢前2年有在看心理医生，但是呢我和心理医生聊到一半之后呢，我就发现我变了很多，然后就拒绝和心理医生沟通。我就觉得那我之前是这样一个状态，我突然就变掉了，特别情绪化的一个人。特别情绪化也很好呀。特别情绪化的人呢，可以做艺术家，就是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创作的事情。但是呢，对吧？也有可能我创作的形式发生了变化吧。毕竟我现在有更好的一种分享创作模式的一个平台，那就是对，我现在正在做着呢。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前2周有一点点混乱，包括这期的视频内容也有一点点混乱。anyway 不是很重要。感谢大家今天的陪伴，那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喽，拜拜。